交朋友其实是场交易，你敢信吗？增广贤文早就说透了，欢迎收听今天的大师讲坛。我们现在社会啊，这交朋友啊是个必须的技能。为什么？你特别需要朋友捧你场，朋友帮你忙，而且也需要朋友呢，在你情绪有波动的时候啊，能够为你解决一些心理上的问题。所以你看，咱们手机一打开，这个页面上面排前几位那个 APP 基本都是社交类的，像微博、微信呢，不都是这样一种情况。那么这个交朋友既是我们现代年轻人面临的难点，同时也是一大痛点。在增广贤文里边呢，就对怎么样交朋友有非常明确的一些个提法，值得我们现代人好好学。增广贤文里有一句话，它涉及到交朋友一个原则问题。这句话怎么说的呢？叫交友须胜己，似我不如无。也有版本叫结交须胜己，似我不如无。就说呀，你交朋友啊，一定那朋友得比你强，那要跟自个儿一样，你还不如没这朋友，就别交了。可是这句话有很多人提出疑义，说这不对，说你交朋友就得交比自个儿强的，那人家比你强的人凭啥交你？人家得交比自个儿更强的，你倒想跟人交，人家不理你，你怎么办呢？那么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？有道理。所以增广贤文在交朋友这层面上又补了一句，第一句是结交须胜己，似我不如无。第二句是呢，三人行必有我师，择其善之而从之，其不善之而改之。人说这句话耳熟啊，对，这《论语》里的话。增广贤文把它直接摘过来了。这个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交往过程当中，这人都得是个个有特点的，就是他的长处是我没有的，那么我就跟他学他的长处，他不如我的地方，不好的地方，我就别跟他学了。这两句结合到一块儿，你就知道增广贤文讲到交友的大智慧是什么呢？就是你交这个朋友，他身上一定有你要学习的长处，而你身上呢也有他要学习的长处。就从这点上来讲，他比你强，结交须胜己嘛。从换一个角度讲呢，你又比他强，他也愿意跟你往来，你在别的地方比他强。所以我说到这儿，有的朋友就明白了，交朋友其实是个互换的过程。你记住，两个人要能成为好朋友，而且能长久交往下去，要么是资源互换，要么是优势互补，不可能是你俩人啊，你也差他也差，这个很难成为好朋友。我举个例子，就是比方说你要减肥，你那闺蜜跟你一样又懒又馋，你看着你俩最后都得胖上天，绝对做不到。所以我说结交须胜己，似我不如无，是取长补短，资源互换，像一个交易一样。有人说这是不是太功利了？咱们结合具体例子给大伙说说，你就发现这个不是大家想象那么功利，而是交朋友你必须要这么做。你看北宋时候有个了不起的大官，也是大学问家王安石，那是唐宋八大家之一，很有才。但是呢，他一开始仕途可不顺，因为不是说你有才你就一定能当官。你看李白才气那么大，最后唐玄宗怎么用他？无非乎就是个御用文人，给我写点吹捧文字，夸夸杨贵妃怎么漂亮。所以王安石当时呢，这个有才的名气已经很大了。那当时呢，宋仁宗执政的时候呢，就觉得都说王安石有才，把他叫来吧，也没有给他重用。让他干嘛呢？让他当记录自己饮食起居的官。说白了，你就吹捧吹捧我，把我写的跟一代圣君似的。王安石就不想去。结果有这么一天呢，一个小官吏啊，拿着这任命书就来找王安石来了。你得接这个，你得给皇上当记录饮食起居的官。结果到王安石家，王安石就知道他来了，王安石赶紧躲哪儿？躲到茅房里头。这小官听着有动静，一进王安石这屋里没人，这人哪儿去了？他也猜到是王安石躲着，他不走，我就在这等你。王安石就在茅房里躲，一个躲一个等，这俩人较上劲了。最后呢，反正这个小官扛不住了，直接到里边到处找，到底在茅房里把王安石找着了，拽他出来，你听我给你念完了啊！拿，把这任命书念完了，扔着就走。王安石说不行，你给我拿回去，我不接受。你就看出当时王安石多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任命吧。那么后来王安石是怎么一步一步当上宰相？全靠他交朋友。他结交个好朋友叫韩维。这个韩维啊，他爸爸在政坛上很有势力，他的姥爷在宋真宗年代就是宰相，人家很有政治资源。那么这个韩维当时干什么呢？他呀在颖王的手底下，
办事。这颖王是谁呢？颖王叫赵顼，就是后来继位的宋神宗。结果大伙都看出这颖王将来很有可能继位。这个韩威在颖王身边，经常给颖王出这主意那主意，每次出完主意都说：“哎，这不是我的想法，这是我那朋友王安石的主意。”时间一长，这颖王就记住了，这叫饥饿营销啊！总听说这人名字没见着，所以等到宋神宗继位之后，这颖王上来之后，马上把王安石叫到身边，任命他当这个翰林院的学士，还兼中央讲师团的这个重要的讲师。所以王安石在这基础上一步一步干到了宰相。当然在这个过程他交的另外一个朋友起了很重要的作用，吕夷简。吕夷简是谁呢？人家三辈里头出了4个宰相，吕夷简本身也当宰相，而且吕夷简当宰相呢，等于是执掌朝政将近20年，管中书省。我们都知道尚书省是执行部门，中书省是决策部门，门下省是监督部门。人家当中央政研室的主任等于那决策部门的大官，所以吕夷简很有水平。那么王安石结交他之后，吕夷简对皇上的重要程度到什么样呢？这吕夷简有病了，皇上把胡子剪下来给他当药引子。你现在看说我剪个胡子剪个头发算什么呀？过去可不是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不可轻动啊。这个东西我能剪下来给你，那就等于把我半条命交给你了。咱们都知道曹孟德割发代首的故事吧？所以就说明皇上对吕夷简多信任。吕夷简推荐王安石，这王安石才一步一步走向政坛，最后成了宰相，也推动了自己的变法，等于在历史上青史留名了。所以王安石交这朋友，你说论这个才学可能不如他，但是人家在政坛的资历、地位、资源都远在他之上，所以王安石就用这种办法交了朋友了。那么这些为什么跟王安石交？还不因为王安石有才吗？就这帮人一看王安石写的文章，哎呀真好。包括他的朋友欧阳修，欧阳修是既有才，当时也是当官的。欧阳修就是听说王安石这个人很厉害，他就跟别人说这样的人不应该埋没。王安石一听着这信儿，就主动拜访欧阳修，两个人一见如故。他为啥欧阳修赏识他？还不是因为王安石有才吗？而且无论是韩维还是吕夷简，都挺佩服王安石的才华，所以双方呢能形成资源互换。就说你交往，你要交有用的人比你强。那么人家为什么跟你交往？因为你也有用，这样双方呢才形成一种互换。如果没有这种互换，说白了都不是有血缘关系的人凭什么跟你往来呢？你看在网上我看到一个帖子，就是有一个出版社的编辑现在也是个作家，他当年呢在这个还是用 QQ 那个时代呢，他发现群里有一个很有名的大咖，他就巴结人家，给人家不停的打字，就表达仰慕之情。人家不冷不热就就一个字一个字回答他。到后来呢，隔了多少年之后，他成了出版社编辑了，意外的接到这大咖给他打电话，通过别人知道他电话了。哎呦，一个电话说了30分钟，说的很谦卑，意思就求他，我有本书在你这出版，你帮我个忙吧。这个当时这个编辑就很感慨，说交朋友就这么回事，你没有资源跟人换，人家不理你，你多攒到肩膀齐是弟兄，你有资源了，人家才愿意巴结你，跟你往来。你听着挺功利挺残酷，其实就是这么回事。咱俩非亲非故，凭什么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可交换的一种价值资源，我就跟你往来成为朋友呢？这不符合人的一种本性啊。所以有的朋友总愿意参加各种聚会，哎呀你好啊，咱喝个酒就成朋友了。哪有一个朋友是你喝顿酒交下来，咱俩加微信吧，回头人理都不理你，都拿你当微商看。所以说你必须在交朋友之前，你得想法我有什么资源能跟你换，我对你有什么用，这样对方才可能愿意跟你交朋友。你像咱们看《欢乐颂》的电视剧，很多年轻朋友都说怪了，你看人家安迪那个白富美啊，人家这总有这个高质量的男孩追她，你等这樊胜美怎么回事？总碰上渣男，这是为什么？你看安迪带着樊胜美参加聚会去，人家安迪就碰着那个高富帅的跟他往来，樊胜美呢有一些富二代，就是其实就是想跟他玩玩，没有真心。为什么呢？樊胜美的能力跟安迪没法比，你安迪具备智慧，能给公司赚大钱，所以这些人愿意跟他往来。你樊胜美呢，除了身材好脸蛋漂亮，你能奉献就这些，那人不可就想在这个身体层面，这个等于肉体层面跟你有交往吗？他不想跟你往来别的，所以你当然结交不到高质量的真心真意的男朋友。所以就是你先把自己修炼到那地步，你才能够获得相应的这种人脉资源，才能获得相应真正的朋友。所以我从《增广贤文》里边
结交须剩己，似我不如无，择其善之而从之，其不善之而改之。它的核心意思是什么呢？想要交到高质量的朋友，先让自己成为一个高质量有用的人，你的水平上来了，你才能在这个层面交到和你真心实意交往的朋友，因为你具备交换价值，具备资源层面的价值。所以我说，这是增广贤文带给我们交朋友的智慧。那么我们一起领略增广贤文其中闪展腾挪、进退有度的人生智慧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增广贤文在2005年的时候啊，日本有一位大师写了一本书，这书名字现在在中国是差不多家喻户晓吧，名字叫《断舍离》。我们也知道现在有很多年轻人是断舍离的粉丝。说什么叫断舍离呢？简单点说吧，啥叫断？就是不是你的菜你别碰它，这叫断。什么叫舍呢？已经是你的菜了，哎，这个味道太差了，我接受不了了，我原来喜欢现在一点不喜欢了，扔掉，这叫舍。什么叫离呢？已经是你的菜了，但发现这个菜呀上不了大的宴席，只能够拌点小凉菜，底下做个爽口菜，那你就要分清楚这个东西它就是爽口菜，它上不了大的宴席，这叫离。那么断舍离三个字在我们现代生活当中，很多人把它用来应对物质世界。说你看什么东西我不，其实我也并不是多喜欢，我就想买，我都最后弄得剁手。说这得断。有的东西在我身边，家里破烂也多，破家之万贯，留着也没什么用，我得知道扔，这东西对我没用了。还有的时候我在精神世界里确定什么东西对我用处多大，我要跟哪些保持距离近，哪些距离远，说这叫离。很多人把它用来应对物质世界，其实我倒觉得断舍离三个字最适合我们现在的朋友圈。你要分清什么是真朋友，什么是假朋友，谁是你的知己，谁是你的人脉，得分开。那么其实在交朋友这个层面来讲，增广贤文里边对断舍离已经有着清晰的判断。你看增广贤文里边呢有3句话，第一句呢叫知音说与知音听，不是知音莫与谈，说白了这个就是断。还有第二句话叫志不同己不必强合，他跟自己三观不合，你咱没必要往一块凑合。哎，这个为舍。你像相识满天下，知心能几人？你认识人倒挺多，但真正跟你知心的没几个，这为离。你得分清楚什么人跟你知心的，什么是就跟你泛泛的人脉。所以这3句话把断舍离用在交朋友领域之内的精髓给描述出来了。我今天这个私家课呢，给大伙说说这3句话是怎么体现断舍离在交朋友上的精髓。咱们首先说这个断，其实断呢相对来说很好办。就你跟一个人呢一开始交往的时候，你就发现咱俩不是一路人，三观不合，那人生观价值观差的老大了。说白了，这就在现实当中客气客气，在网上就能在键盘上骂起来。哎，这时候就必须得断。你看知音说与知音听，不是知音莫与谈。其实简单说就是什么，咱们在酒桌上叫做酒逢知己千杯少，话不投机半句多。几句话咱一看不是一路人，拉倒吧，象征性的举举杯，我再不跟你见面了，还加什么微信？加完微信回头我也删他。所以这个呢为断，这个是最好理解的。这个舍呢就相对深了一点了。舍咱说志不同己不必强合，就你的志向跟我不一致，三观不一致，咱俩用不着往一块凑合。就原来在一块了，发现三观不合得扔，我不能要这个朋友。你看三国的时候有这么一对朋友，管宁华歆。这个华歆呢在三国里挺有名，他确实是个热衷功名利禄的政客，但是挺有才。他原来跟管宁两个人呢一块上学，一块劳动，那可以说就是无话不谈了，好哥们儿。可是管宁一点点发现呢，华歆跟自己不是一路人。你比方说他俩在那种地，刨地的时候，这管宁呢刨这个硬东西，拨开一看呢是块金子，看都没看，搁一边接着刨地。哎，华歆捡起来了，哎呦，这东西好啊，这值钱呢。管宁就说咱们读圣贤书都说得很清楚，不义之财君莫取，咱们凭劳动获得生存本事，你这种不义之财你拿了，你就会滋长贪心，不利于修身呐。把华歆说得很不好意思，没办法把那个金子恋恋不舍扔地上，接着刨地，一边刨地一边还看着金子。管宁就觉得这个人跟自己这三观不是很吻合，
接下来俩人在屋里边呢读书，都坐在一个席子上面。这时候呢，门口过来一辆高头大马，那大车，有一个当官的过来，这车这个漂亮。管宁呢，根本看都没看见，就在这读书。华歆把书一扔呢，跑出去了，挤到人堆里看，这谁呀？这么威风，这哪家大官啊？了不起的人！你等华歆回来，管宁拿出把刀来，说干嘛要打起来？不是，这不俩人坐在一个席子上吗？在那看书。这管宁就把这席子从中间呢划开了，就跟咱们原来那个一张桌，在中间画趟线，不让你过，谁过线搁冤枉针扎，跟那类似。但这个可比那个有意义多了。这叫什么？割席绝交，子非吾友也。你不是我哥们，为啥？咱俩三观不一致，你的志向、情趣、爱好和我完全不同，所以这个叫舍，就志不同己，不必强合。咱俩本来是朋友，时间长了发现三观不对，我不能跟你交往。这个在现实当中有比较多的应用。你看那来自星星的你，那里边那千颂伊，那不就是她有个闺蜜，这闺蜜呢天天跟她说，哎呀，我谈恋爱失败了，人生真灰暗，千万不能相信男人，一大堆负能量。最后千颂伊为什么跟他绝交了？就你日子过得不好，你希望把我也拉下水，一天跟你哭天抹泪的，你就痛快了，你这没安什么好心呐。所以你跟我三观不一样，我是什么？我心情再不好，我不希望影响朋友，我希望阳光一点，给别人带来正能量的东西。所以咱俩别是朋友了，这闺蜜也别做了。那这就是舍，志不同己，不必强合。那么我们说这个离就比较深了。相识满天下，知心能几人？就说你这么多人跟你知己太少了，其他人呢不是知己。说不是知己就不能交往吗？也不是，这就是离比断和舍还要深的一个层面。断和舍，断是碰都不碰，舍是发现不行了再往出扔，这都很决绝，就是可以这个事儿非此即彼。但是离不是，离本身就有若即若离，有距离的意思，就你跟他保持多大距离。知己你跟他近，不是知己，不是扔掉了，而是我跟你要有距离，但是咱俩还往来。我举个例子吧，这个竹林七贤，当年这魏晋时期有这么7个人志向相投，总在一块儿的喝酒啊、聊天、作诗，都好朋友。这里头呢有那么2位，一位叫嵇康，就弹广陵散那个，那很多朋友还记着吧，金庸小说里都说过。还有一位呢叫山涛，山涛呢字巨源，也叫山巨源。那么这2个人处着处着就发现三观不太合，差在哪儿了呢？那个时候呢正是司马氏操纵曹魏的时候。就我们都知道司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，但是那会儿司马昭呢也没有当皇帝，而是呢曹操的后人呢，就等于是傀儡被他操控。这个时候嵇康呢看不惯这个司马氏，觉得我不能跟你同流合污，你给我官我都不能当。为啥？司马氏自称是儒家思想的传承，可是呢干了一些蝇营狗苟不道德的事，说你这样的在朝廷当政，我要跟你同流合污是我的耻辱，这是嵇康的原则。但是山涛不这么认为，山涛是学成文武艺，卖与帝王家，我这么大学问，现在的社会我得经世致用啊，我得有用啊，所以我管他是谁操控着政权呢，我得站出来呢，为天下苍生办点事儿。所以2个人在这时候三观就不一样了。所以嵇康给山涛写了一封信，这是历史上有名一篇文章，叫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，就我跟你绝交了。大伙儿注意，这个绝交可不是一点都不往来了，只是说咱俩三观不一致，你并不了解我，我们的志向也不同，所以我们不是知己了。所以它体现离这个字体现在哪儿呢？你看着他俩说绝交，不是根本就不交往，而是你不是我知己，交不交往还接着交往。嵇康后来被人陷害，被钟会给陷害，最后嵇康死之前把自己儿子托付给山涛。为什么呢？跟嵇康志同道合这些，像阮籍他们也是被司马氏陷害，没有那个能力来保护嵇康的儿子，反而是山涛呢能保护他儿子，我把我儿子托付给你，就说明2人呢还是有这份人脉感情的，只不过他分得很清楚，你这个是我的知己，你这个是我的人脉，跟人脉也交往，跟知己也交往，但是跟知己呢是志同道合的，跟人脉呢我们可以在私人感情上不错，但是要保持一定距离，就我们不是一路人。所以大家明白这个意思，断舍离这个离是非常深刻的，因为人脉是用来交换资源的，而知己是用来交换感情的。就人生在世既要有交换感情的朋友，也要有交换资源的人脉，他也是你的朋友。所以这个离是什么意思？不是离开，是保持一定距离。所以这是断舍离我们今天说的真正的含义。
那当然了，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啊，这个断舍离，具体一些体现，它还有程度轻重之分。有的时候呢，这个人一接触不行，不能有任何往来，这为断。还有的呢，已经成朋友了，一点点发现呢，他的本性露出来了。你发现接着下去再往来对你没好处了，马上要弃掉，就当弃则弃。等更多的人和我们处于一种离的状态，就你发现呢，大家也能交往，但这里边有些跟你是知己，你可以无话不谈，志同道合；还有一些呢，你跟他做不到这点，三观并不完全对，但是不等于你不跟他往来，因为人在社会上啊，可以没有亲戚，不能没朋友。所以这个离的状态是最难把握的。你不是说对谁都能说真心话，所以增广贤文叫酒逢知己饮，诗向会人吟，相识满天下，知心能几人。告诉你，能跟你喝酒的人很多，但真正让你喝的酣快淋漓说知心话的没多少个人。这告诉我们什么呀？对你的人脉你要保持，但对你的知己你要格外珍惜，因为人生在世啊，叫得一知己足矣，有一两个啊，那都是老天爷对你的眷顾。好，感谢您收看这期知乎私家课，老梁和你一起领略闪展腾挪、进退有度的增广贤文的人生智慧。增广贤文，那么说话呢，是我们每个人呐，几乎每天都要做的事情。可是问题在于啊，你跟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，在什么时候说什么样的话，以及该怎么说，这可不是每个人都能掌握的。所以有很多人呢，把说话呀当做人生的一个痛点。我不会说话，不知该怎么说话，不知该怎么面对一些人。那么增广贤文里呢，关于说话有两句高度体现人生智慧的总结。一句呢是祸从口出，病从口入；另外一句更经典，叫逢人只说三分话，未可全抛一片心。他头一句啊，说的是呢，咱很多时候啊，这一些飞来横祸你都没想到的，就是因为你说话不当。这点我相信咱们很多朋友都有体会，就经常一句话说错了，给自己引来很多麻烦。那么第二句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你为什么祸从口出，是因为你说错了话。那说错了什么样话呢？就什么样的话叫说错了呢？逢人只说三分话，未可全抛一片心。你把话说到10分，说多了，你肯定就容易说错。那么什么叫把话说多了呢？3种类型。第一种，别轻易劝人，你总给人出主意，早晚你要出问题。第二个呢是别人的秘密啊，你能不听就不听，自个儿的秘密也千万不要跟别人说。第三个呢是无论交情深浅，你这话都不能说的太深，说的太深，早晚有一天这话就像个双刃一样，反过来把你割伤了。咱们一给大伙说说这什么意思，这个增广贤文里的大智慧体现在什么层面。咱首先说第一个，别轻易给人出主意劝别人。为什么这样呢？因为你呀不一定能得到别人的高度信任。一旦你所谓站的立场，你处在的位置，你的身份容易给对方信息成什么？你为什么给我出主意啊？你为什么劝我这事啊？你是不是有别的用心呢？所以一下子容易使对方怀疑你，反而使你陷入不利的境界。这个咱们很多朋友我记得以前我们小学时候有过课本里有一段文字，是韩非子里一段文字，叫质子疑邻。就是呢认为自己孩子很聪明，却怀疑邻居。什么故事呢？原文我都能背。宋有妇人天与墙坏，其子曰不住将空有道，其邻人之父亦允，木而果大王其财，其家甚至妻子而疑邻人之父。什么故事呢？说宋国呀有个有钱人，这下大雨啊把他家墙啊给弄坏了，塌了一块。这时候他儿子就说，爹呀得赶紧把这墙补上，要不然晚上这小偷就顺着墙进来了，容易偷咱东西。结果他邻居有个老头也这么说，说你赶紧吧，你再不补上就晚上小偷就来了。结果呢这个妇人呢有拖延症，就是听了这话呢点头，但也没干这事儿。结果当天晚上果然小偷来了，把他家偷走很多值钱的东西。可是这个妇人怎么想的呢？认为自己儿子真聪明，你有远见，想到这儿了。他却怀疑邻居的老头，说他怎么给我出这主意呢？是不是他想告诉我一声，然后他晚上来偷东西，我就不怀疑他了？他怀疑是邻居的老头，是那小偷。你看看，就是他这邻居这老头怎么着也亲不过他儿子，作为个外人给出主意，人就怀疑你想干嘛？你跟我非亲非故的啊？你要干啥？所以咱说立威修复重，言轻莫劝人。你的位置、立场、身份不合适，
你给人出主意，人家不信你。所以这话就属于你应该就说3分话。你看人这个墙坏了，哎呀，这坏了最好早点修，你就别说小偷要来不来，这就说多了。你给人乱出这主意不好。所以第一个，别轻易劝人，别轻易给人出主意。第二个呢，无论交情深浅，话不能说太深。咱们过去有个忌讳呢，叫交浅言深，就咱俩交情挺浅，可是话唠得挺深，这不对。其实有时候就交情深，你也得琢磨琢磨，涉及自己安危的大事要谨慎。当年这个南宋宋灵宗时期呢，立太子为赵弘，这个赵弘当太子，当时朝政呢把持在宰相史弥远手里，史弥远跟杨皇后内外勾结，很多事就他俩定了。这个时候呢，宋灵宗身体也不好，史弥远就琢磨，他立这太子赵弘跟自己是不是一条心呢？他决定用监控方式。这个赵弘很喜欢弹琴，史弥远就找了一个会弹琴的漂亮姑娘来伺候他。哎呦，喜欢的不得了，俩人如胶似漆。其实这个姑娘是个间谍，替着史弥远卧底呢。结果呢，赵弘呢跟这姑娘有的也说，没的也说，说你看我这小本没有，我天天都记着史弥远干了什么坏事了。你这个宰相真不是东西，你等哪天我急，我把他弄死。结果这姑娘一五一十的把这个都说了。史弥远一看，这还了得，这将来你上来我不完了吗？发动宫廷政变，就把太子赵弘给废了，重新立个皇帝，这就后来的宋理宗。宋理宗上台之后呢，史弥远挟持宋理宗呢，最后下个令把这赵弘给弄死了。你看看，这就是你的交情无论深浅，涉及你的重大事情事别轻易跟人说，这就属于说多了。只说3分话，你说到10分，把自己底儿都交了，最后命都没了。所以这我们说的第二个，交情无论深浅，千万别把这话不该说的都跟人说。再有一个，最后一个很重要，自己的秘密别轻易跟别人说，也别听别人的秘密。你看，我举个例子，那个有个作家，是这个华人作家叫刘墉，名气挺大，可不是刘罗锅啊。咱们很多朋友都看过刘墉写的书，他有一本书他写了这么几个事儿，很有意思。说这个小英是公司的一个白领，他呢爱上了一个有妇之夫，赶上他过生日这天呢，那有妇之夫说我能来陪你吃饭，他在家把菜都准备好了，然后下班这个时候，在公司里给这男的打个电话，结果这男的说不行，我今晚出不来，我不能陪你。哎呦，小英这个难过呀，这是过生日，我最爱的人也不能陪我，就哭了。这个时候他一个同事唐小姐看着了，就过来问他，那这下班了你不回怎么还哭了呢？这小英说这时候他有这个心里有这准，赶紧把眼泪擦了，没事没事，我就是心里头有点事难受。哎，这么晚你怎么不回家呢？结果这唐小姐看他一眼也唉声叹气，回家干啥呀？我也是一个人，家里头冷冰冰的，没办法，谁让我也跟别人一块分享感情呢？小英一听同病相怜呢，这跟我一样也是第三者呀，这下可找到知音了。这都没事，咱俩吃饭去吧。俩人就一块吃饭去。吃饭这过程越聊越近乎，越聊越近乎。这唐小姐就说自己情况我这也是怎么着，人家有家呀，我不行，我一人孤单。结果这小英一五一十的竹筒倒豆子，把自己心里这心事全说了。回到家之后还挺松快，为什么轻松？觉得这秘密有人分享了，不用自己一人担着了。你记住，天底下最难保守秘密的是女人，她说出去她老痛快了的。结果没过几天，公司传开了，说这小英是第三者。这谁说的？他有个好朋友跟他关系相当好，说咱俩好了6、7年了，这事居然我不知道，你当了第三者了。他谁跟你说的？那唐小姐说的啊，他怎么能说这个呢？他你为什么跟他说？他也跟我一样，他也是第三者，我俩同病相怜才聊一块。谁说的？人家唐小姐呀，今年刚结婚，人怎么是第三者？人有家啊！这小英当时就不能接受了，就找这唐小姐去了，说你怎么回事？你怎么骗我呢？这唐小姐乐了，我要不编个假故事骗你，你能跟我说真故事吗？再说我那天不也想你把我情况说惨点，你当时心里就平衡了吗？能高兴点了。你看他还一嘴理了，把这小英给气的。你看不看？你自个儿的秘密不要轻易跟人家说，你说完之后你会特别被动。当然，为什么说不光不能说秘密，你也不要听秘密？你以为唐小姐得好了吗？没有，她听了人家的秘密，这个小英就把她当做知己朋友了。而且人都有这心理，你知道我的秘密了，就跟投名状似的，你也得告诉我一个你的秘密。如果你不告诉我，我心里就不踏实。你不告诉我你的秘密，
那我可能就恨上你，我可能就整你。我们生活当中这种事比比皆是啊。就说你一个朋友知道你秘密了，你心里会很不舒服。最好是他也告诉你一个他的秘密，双方互相攥住把柄了，都平衡了。你要攥不住他把柄，你就会对他怀有戒心。哪天你这秘密一旦有风吹草动，你马上怀疑是他说出来，向他兴师问罪。大家想是不是这样？所以说，不仅自个儿秘密不能跟人说，别人秘密你躲远远你别听，听到你耳朵里那都是病，早晚那都是事儿。所以我们说这个人生在世啊，这说话呀，刚才我说这几点，大家千万要注意。头一个，别轻易劝别人给人出主意；第二个，交情无论深浅，话别说的太深，尤其跟自己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情；第三个，你的秘密别轻易跟别人说，别人秘密你可千万也别听。有的人就好奇，别人秘密就愿意打听，结果你知道的和不知道大不一样。你一知道别人秘密，别人就容易把你当成眼中钉肉中刺。在我们每个人经历当中，可能都有类似的事情。你不管有意还是无意，你知道了别人一个隐私，回过头你的日子也不好过。你总觉得那个人怀疑你什么，而且你一见他，你心里头也跟那种纯正的朋友感觉是不一样。所以我们说《增广贤文》里这两句话：祸从口出，病从口入。见人只说三分话，未可全抛一片心。不管跟谁说话，留有余地，说三分。你说了三分话，你就能保住你7分的平安。如果你说了7分话，你可能呢平安就剩下3分。你把话说太满了，那危险就跟你10分的接近了。好，感谢您收看这期节目，我们将跟大家持续的探讨领略《增广贤文》里边闪展腾挪、进退有度的人生智慧。我们很多朋友看过冯小刚的电影《手机》，里边有句台词呢，可能给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，那就是张国立啊用这个四川方言说了那句话：做人要厚道，做人要厚道。那么怎么样做人才能称之为厚道呢？这个《增广贤文》里边啊有那么2句话，等于对做人要厚道啊给出了非常经典的诠释。哪2句话呢？第一句话是与人方便，与己方便，一家打墙两家好看。第2句话呢是当面留一线，过后好相见。说这什么的意思呢？咱们看头一句的意思啊，叫与人方便，与己方便，也叫与己方便，与人方便。就说你什么事儿啊，你做这个事儿呢，自个儿方便了，其实也方便了别人。你要为别人做件好事儿，与人方便了，其实也是与己方便。形象的比喻叫一家打墙两家好看，就是咱们2家啊并排住着，我说咱中间砌道墙吧，说我主动的砌上一道墙，哎，自己家院子规整了，但是这道墙呢一下子把对方的院子也规整，所以这叫与己方便，与人方便，一家打墙两家好看。就是你举手之劳，这时候呢自己想到别人，往往自个儿也跟着就方便。那么当面留一线，过后好相见呢，就说什么事儿你千万别给做绝了，你给人留条后路。为什么历史上有句话叫穷寇勿追呢？你把他逼急了，你对你自己也是个伤害。就你放他一条生路，那可能日后呢你们还留一些修好的余地。那么这2句话其实就是我们要说的做人要厚道。咱们具体给大伙分析分析。你看头一句一家打墙两家好看，与己方便，与人方便。我举个例子，什么叫这个一家打墙两家好看？咱们都知道台湾有个大美女叫林志玲，这林志玲呢是长相身材呢确实好，可是呢她演戏真没什么演技，而且说话娃娃音也没什么可塑性。有一回呢，我记得是10年还11年呢，她和孙红雷他俩演个电影叫《决战杀马镇》。这2个人参加新闻发布会的时候，有个记者突然提出了一个特刁钻的问题，说志玲姐姐，孙红雷以前可说过，说这个他一般不跟花瓶演戏，那为什么这次跟你拍了戏？当时把旁边孙红雷的汗都下来了，因为这话他真说过。这时候大伙都看林志玲，对林志玲来，孙红雷尴尬，林志玲更尴尬。林志玲是怎么答的呢？非常巧，林志玲说我不太相信那个红雷大哥能说这话，他又没当我面说，所以别人传的像你传的我更不能信了。再一个，就算是红雷大哥真说过这话，说他不跟一个花瓶演戏，那今天你看他不跟我演戏了吗？说明我不是花瓶，说明什么？这些年我的进步大家都看得到了。哎，我摆脱了过去那种说我现在有演技。你看这话既把自己往上捧了一下，同时也给孙红雷等于下了个台阶。哎，这个就叫一家打墙两家好看。
就他在这个时候，他不忘了照顾对方的感受，同时你照顾对方感受，你把自己也抬高了。大家一看你聪明，你大度，你不计较，尤其一个女人胸怀很宽广，大家都很服气。哎，这叫一家打强，两家好看。那么说什么叫这个当面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呢？就过后好相见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我说的，你一定给人留条后路，别把事做绝了。比方说当年有个大军阀叫东南王孙传芳，这人名气很大，他是直系军阀。这人到晚年的时候吃斋念佛，绝不跟日本人合作，很有民族气节。可是呢，他在晚年的时候让一个年轻女子给枪杀了，而且这个女子在他枪杀他之后11个月被判无罪释放了，而且是老百姓都认为该无罪释放。说这怎么回事呢？这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段掌故，叫女侠施剑翘刺杀孙传芳。起因在哪儿呢？是当年的直奉大战，就直系军阀跟奉系军阀打仗。当时呢，孙传芳代表直系获胜了，但是他恨透了奉系军阀。有一个俘虏是奉系军阀的督军，59岁，叫施从斌。这个施从斌呢，觉得被抓住，也没多大担心，因为他是个督军，他又没上场直接打仗。但没想到孙传芳恨透了奉系军阀，把这个施从斌抓住之后，用铁丝捆上砍头。你处决就处决，都没用枪，用过去残忍的方法砍头。砍完之后把脑袋挂到蚌埠火车站上面，连挂3天，在旁边写着施从斌之头，这是对死者很大的羞辱。而且过了3天，也是当地红十字会说这不行啊，这等于有碍观瞻，也不利于卫生。孙传芳听后气得暴跳如雷，多挂2天。所有人都说孙传芳恨是恨，这有点太毒了，把事做绝了。结果10年之后，施从斌的女儿施剑翘长大了，学了一手好枪法，就在佛堂上把当时吃斋念佛的孙传芳给枪杀了。然后老百姓普遍认为当年你孙传芳做事心狠手辣，太不留余地，人枪杀的也对。所以11个月之后，施剑翘当时是杀完孙传芳就投案自首了。当时的民国政府呢，判了施剑翘无罪给释放了。所以你说这孙传芳他也不是个十恶不赦的坏人，为什么这个下场？当年把事做得太绝，这就叫当面留一线，过后好相见。他做得太绝了。也有做得好的，咱说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个了不起的国王楚庄王，就是3年不飞一飞冲天，3年不鸣一鸣惊人那位。这楚庄王呢，当年打了场胜仗，就是款待群臣喝酒。这时候他一高兴呢，就让自己宠爱的妃子许姬长得特别漂亮，让他出来给大伙倒酒。哎呀，赶巧一股大风过来，把当时这晚上请客嘛，把蜡烛都吹灭了。吹灭了，这当时这个有喝多的武将一看许姬很漂亮，就欲行非礼，就拽人家。这许姬手也挺快，黑咕隆咚看不见呢，顺手夸把这武将头盔顶上那缨带给摘下来了。就是头盔上绑的带子摘下来了。摘之后，许姬就跟这个楚庄王告状，说当初黑暗之中有人对我非礼，大王你得给我报仇。说他现在把蜡烛点上，你就看谁头盔上没有这缨带了，那准是他干的，杀他。楚庄王说这事不妥，为啥呢？大宴群臣，庆贺战争胜利，大伙都高兴，有人喝点酒做点错事咱能抬手就抬手，给人留条活路。结果楚庄王说什么？各位正好趁着黑，我跟大伙公布条纪律，今天咱们喝酒不醉不归，都不用拘束。你们这戴着帽子这什么的，这多拘束啊！这么的，把帽子带给我扯断，把头盔摘下放一边，咱们喝够。等再掌上灯之后你看这大伙都把头盔摘了，看不出谁那个缨带被摘掉了，被扯断了，这事儿就过去了。那么3年之后，晋楚大战，这个楚庄王在前线呢，发现呢有个将军特别勇猛，不要命的打仗，出生入死的保护他，还立了很多功。把他叫到跟前一问，这人叫唐角，说：“哎呀，你以前我也没怎么给你加官进爵，你怎么这么玩命啊？想立功吗？”唐角说：“大王千万不要赏赐我，我是戴罪之身。怎么的？3年前呢，您大宴群臣时候，我酒后失礼，幸亏您说把帽盔摘下，您饶我一条路，所以我今天是可以说冒死来报答大王。”当时楚庄王就很感慨，我当时就是不想把这事做得过分，给人留一条路，结果今日有此福报。你看，这就叫当面留一线，过后好相见。所以我们说，你要是一个厚道人呢，
一定得记住刚才我说这个2点。头一个，你做事情的时候，你帮助别人其实就是帮自己。就我说一家打墙两家好看，这就是厚道。那么遇到别人有过失的时候，只要不是那种绝对你受不了了，或者什么事情危害太大了，能放就放过一马。因为人生在世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呀？有点错你给他改过机会，他自己真是那样人，他知道自省。那今后呢，再跟你相遇的时候，那报答你的一定是非常丰厚的东西。所以我说，不把事情做绝了，给人一定的台阶，这等于给别人留条活路，就是给自己留条活路。帮助别人一件事，其实就是让自己也会方便，让自己也能在一定程度当中受益。所以《增广贤文》里这2条，这是人生大智慧。这是做人要厚道的宗旨。好，感谢您收看这期节目。我们今后几期将继续和大家一起领略增广贤文闪展腾挪、进退有度的人生智慧。我们生活当中经常听到那么一句话，说某某某交友不慎，说最后他倒了霉了。就说我们交朋友一定要谨慎，什么人能交，什么人不能交，你得有个数。那么说交朋友这个标准是什么呢？在增广贤文里边有2句话给出了清晰的答案。第一句呢是栽树要栽松柏，结交要结君子。第二句是一涨一退山溪水，一反一复小人心。这2句话就告诉我们，你交朋友和人相处得什么样人呢？要结交君子，远离小人。因为这小人的危害是什么呢？一涨一退山溪水，就是这个夏天爆发山洪的时候，那上面那小溪里的水涨得也快，退得也快，没个准儿。那小人呢就是这样，反反复复，这会儿跟你那好的都跟一个人似的，转过脸他就可能害你，反复无常，这是小人。你像以前我在节目里说过，我说咱们很多的女孩这个处男朋友的时候经常说，我不管他对别人啥样，他对我好就行。我告诉你，这纯属你脑袋缺弦。为什么呢？这个不好的这小人他反复无常，你看他对你好的时候一盆火似的，他一翻脸不是人就能害你。所以我身边也有这样的女孩喜欢上一个男人，这个男人是个小人，结果俩人在一块好的时候固然挺好，一转脸既不负责任，花心渣男，最后他倒了霉了。所以我们说有的时候可能这个人是个好人，是个君子，你觉得他挺闷气，但是时间长了你会发现他是一个负责任的好人，是君子。而小人花言巧语，反复无常，会给你带来很大的危害。那么有人就说了，这个亲君子远小人，咱谁都知道。问题是这个咱这眼睛也做不到孙悟空火眼金睛，谁是君子谁是小人，有时候咱也看不准的。说觉得这个人挺好，是个君子，时间一长发现是伪君子，自己上当了。说觉得这人呢挺格色的，好像不怎么样，可时间上发现人还真不错。问题我们怎么样能练就一双慧眼来识别出这种小人呢？增广贤文里前面提那个标准，一反一复小人心，就反复无常者是小人。当然小人的标准不光是这一条。所以关于鉴别小人这个，中国古代有本书叫《荣枯鉴》光荣的荣，枯萎的枯，荣枯鉴。这本书写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讲小人的事儿。他这书里头给小人呢定义了几个特征，我觉得很值得我们借鉴。你能通过它来分辨什么是真小人。他说的小人几个特点呢，头一个无底线。就我们平常经常说这个人，说我对你太了解了，知道你能好到哪儿去，知道你能坏到哪儿去。可是小人你不知道他能坏到哪儿去，你想不到他的底线会在哪儿，所以什么事都敢干，这是小人的一个标准，没底线。第二个，怕规则。这个小人经常以打破各种规则来谋利，所以他最忌讳规则对他的限制。如果这个人经常游走于法律的灰色地带，可以肯定他就是个小人，他要逃脱现有规则的限制。第三个，小人最善变化。怎么善变化呢？用到你时候那跟哈巴狗似的，不用你的时候就跟白眼狼一样，反反复复的变化，没有一个恒定的标准，能干这个也能干那个，能上天也能入地。而且小人总是善于利用最短的路径来获取最大的利益，就他没有君子那些迂腐，短平快的直接干，所以小人往往效率比君子高得多。再有第四条，小人最喜欢的人是什么人？
有人说臭味相投也是小人，不是，小人最喜欢君子。为什么呢？小人不仅不怕君子，还知道君子的仁慈是小人生活的沃土。因为君子做事讲规则，待人厚道，小人就觉得我真是干了点冒犯你的事儿，你也能容忍我。不行的时候，我跪地上一哭，你就饶了我。所以小人最喜欢的人是君子。那么君子要跟小人结交，你就怨自个儿吧。第一，你瞎眼睛了，怎么认识这么个白眼狼？第二个，你要受到侵害的时候，你就想到防人之心不可无，我怎么没防着点呢？所以君子的仁慈是小人生长的沃土。所以这本《荣枯鉴》呢，写尽了天下小人的各种形态，包括后来曾国藩都向人推荐这本书，说你们好好看看这《荣枯鉴》，这是写尽了小人之秘籍，把小人这些门道都写了。说读完之后啊，你感觉呀，能使小人汗颜，君子惊悚，这么一本书。那么说这本书为什么写的这么好，抓的这么准呢？因为这书的作者就是个地地道道的小人。作者是谁呢？叫冯道。这个人是唐末呀到五代十国期间的人。他这个人本身，作者冯道就是个地道的小人，但是这个小人很复杂。你如果在他身边跟他接触，你发现呢，这是很好个人，很厚道个人。那怎么说他是小人呢？咱们给大伙介绍介绍这个非常独特的冯道。他能写《荣枯鉴》，说明他对小人认识很深，他认识自己也认识别人。这个冯道呢，刚才我说了，唐末到五代十国时伺候过4朝10帝，就伺候过4个朝代的10个皇帝。吕布3姓家奴，他变4姓了，比吕布还多1姓了。就是一个反复无常的没有节操的小人。他位置挺高，唐末有个皇帝叫唐明宗，这个冯道呢在唐明宗的时候是宰相。这个当时唐明宗在的时候，冯道的溜须拍马是出了名的。有一回呢，人家给皇上进贡一个宝杯啊，就玉杯特别漂亮好看，这唐明宗把玩就觉得好。冯道看着了，呵呵冷笑，嗨，这宝贝一般。他说怎么一般了？说再好的宝贝它是有形之物，您身上有无形之物的宝贝。唐明宗说我什么宝贝？仁义呀，仁义乃大唐立国之本呐。皇上您的仁义是您的无形之宝。哎呀，把皇帝捧着乐乐呵呵。哎，他拍马屁功夫挺高。而这个人为什么说他反复无常呢？没有节操，没有那个忠君报国的思想。这唐明宗死了之后呢，唐敏宗继位，这基本就末代皇帝了。这个时候呢，继续任用冯道当宰相，就人家老李这一家，李唐家对他是不薄的，他都得到重用了，而且家里荣华富贵。哎，这时候陆王李从珂起兵造反，这个冯道呢审时度势，一判断李从珂得赢，唐敏宗必败，大唐要亡了。他干脆啊开门投降，奉这个李从珂为主子。李从珂一高兴，也封他为宰相。你看他带红，所以这个人全无节操，甭管你对我咋好，我为了我利益，我转身我就能变。所以这是个小人吧，但是他身边的人没有说他坏话的，都觉得他好。为啥呢？他有的地方做的很到家。就你别看他是个小人，他有的地方他非常有心机，而且他是真心的，他对身边人好，他可不是虚情假意。怎么的？你看他对身边的人他能做到什么？他得到的俸禄，家里头无论是仆人呢看门的，一个锅里吃饭，就大家伙食一样，他不搞特殊化。跟着部队出去打仗去呢，他不自己住这个什么公馆呐，什么营房啊，当兵的睡在干草上，他就睡在干草上。他老父亲去世的时候，他回乡吊孝，看着乡邻谁家苦，自己掏钱买粮食赈灾，谁家孤儿寡母的那地种不了，他半夜3更去给人锄地去，那是真干。所以他身边人呢都说他好。这高明在哪儿呢？兔子不吃窝边草。你看那土匪绝对不劫自己山底下周围的百姓。为啥？官府打来的时候，这些百姓觉得土匪对我们不错，不抢我们，给我们点东西，我们得护着他。所以真正精明的小人，兔子不吃窝边草，他肯定有个保护层。而且还有一点一般人很难做到，他不反复无常吗？很多人说他是小人。有人在街上牵头驴，在驴脸上挂着个牌子，上面写着冯道，就讥讽冯道你是个畜生。结果有人告诉冯道，那下人就以为他肯定得把这人杀了，怎么着？冯道微微一笑，哎呀，天底下同名同姓人多了，那冯道不一定就指我，人说不定啊，这驴丢了，人家挂着牌找主人呢。哎，说这驴是冯道的驴，你们谁看着给领回去。他这是什么意思？如果他真把这人杀了，那会有更多人攻击他。那你看，说到你痛处了吧？你对号入座了吧？
冯道装聋作哑，不把这当回事，其实他这点很聪明。所以我告诉大家，小人没几个是笨蛋，小人至少有小聪明，有的人还是大聪明。这个冯道就是大聪明的人，所以这样的小人在你身边你就不容易识别，你得看大是大非过程当中他的立场节操到底是什么样。所以我们说这是就是你看着伪装的像个君子忠厚长者的小人。还有的小人呢，他才气很大，有的你记住天底下小人，君子里头有很多笨蛋，但小人基本上都不是笨蛋，都有点聪明，有的甚至很有才华。你像大奸大恶的人往往都是有才华的人。我举个例子啊，咱们很多朋友知道中国历史上有个伟大的科学家叫沈括，石油就是他发现的，他写本书《梦溪笔谈》，那是百科全书式的，而且沈括文采各方面都到位。我后来曾经研究过沈括这人，发现东西方一比较，要在西方找一个像沈括这么全面的学者，恐怕只有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能跟他相提并论，这确实是大才。但沈括呢是个地道的小人，他原来呢跟王安石关系很好，王安石当宰相的时候溜须拍马的，等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失势了，他马上站出来骂王安石，坚决划清界限。而且他呢阴险，坑人算坑到家了。苏东坡呢因为这个皇上不喜欢呢，给他贬到杭州去了。正好沈括呢以这个中央督察的名义呢视察浙江农田水利建设，就到杭州了。到杭州，苏东坡殷勤招待他，虽然两个人政治见解不一样，但毕竟是老朋友嘛。完了他就问苏东坡最近又写什么了，苏东坡就拿出这些诗词来。沈括我就喜欢你的，都给抄下来了。抄去回他研究，这诗词里哪块是讽刺朝廷哪个大臣，哪个是讽刺这个皇上的，哪个是呢说一些时弊的，他把这些都摘出来。他也是文化人呢，对用这些典故他熟悉，一条一条写下来，然后汇报给皇上，打小报告说你看苏东坡恨你的。所以我说这个小人呢有时候伪装起来你不容易发现的。那么说这是一回事，那我们怎么在生活当中对付小人呢？当然这个讲起来那就滔滔不绝了好多了。我给大家说一个最简单直接的办法，就是以毒攻毒。你主动出击。什么叫主动出击对付小人？我说个事儿啊，那个前苏联时期，这是那个索尔仁尼琴在书里边写到的。前苏联时期呢，各个高校里头啊都安插上密探，有的那学生都当这个告密的。结果这个大学里头呢有个女生，大伙都知道她是个密探，经常告密，而且随时可能呢就把同学给抓进去。她经过她告密已经抓进好几个了。所以这个班级有一个女孩恨透了这个女生，说怎么能够对这种现象惩治一下，他想个办法。大庭广众之下，他突然走上去揪住这个女密探的脖领，啪你一嘴巴，你打我干嘛？俩人就掐一块了。他什么意思呢？你跟我抢男朋友，你背地里勾引我男朋友，你想往你家里领，你这混蛋，你这不要脸的。俩人就撕巴一块去了。这个事儿呢，那时候前苏联文化生活太匮乏，大家乌泱乌泱围着就看热闹，就弄得满城风雨。到后来这个女密探再到学校领导那儿，再到克格勃那儿去告这个女孩，人不信了，说你那个公报私仇，你勾引人家爷们儿，人家打你你就来气了，直接把小人给叫破了，司马昭之心让路人皆知了。所以有时候对付小人，简单直接的办法反而最有效。你跟他绕弯子，你跟他讲仁义道德，就会掉进小人的陷阱当中。所以增广贤文揭示了易反易复小人心。只要身边反复无常的人，你就注意了，他没有底线，没有原则，随时随地有可能对你产生危害。所以这样的小人我们时刻要警惕。好，感谢您收看这期节目，老梁和您一起领略增广贤文，闪展腾挪，进退有度的人生智慧。